嘉玲会不会太胡乱了？经由这次过程，我才发现重量级频道开启盈利以来，一直都是绑定在 Andy 私人的 Google Ads 账号之下。他们两个都拥有0309的主账号的话，你只要打开你的电脑 ，AdSense 就会跳出来，之后就会找到你的盈利的页面，不可能不知道 AdSense 绑去哪里。大姐，这频道你创了那么久，他不会念吗？在脑力激荡之下，我发想出重量级 Crown 频道名称 Crowd 没有 N 的音，是你发展的吗？我黑人问号，真的太悲戚。很多人在酸，可以把你干掉25%的股份拿来上圣音班吗？整理的发音问题。第一次是媒体乱七八糟，该卷舌的地方没卷舌，不该卷舌的地方卷舌。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Andy 老师跟嘉妮的事情，本来上个月差不多就告一个段落，结果前几天镜新闻突然丢出了一个独家，有人控诉 Andy 老师跟嘉妮交往期间出入声色场所，网络风向一面倒力挺嘉妮。另外，嘉妮也跟 Andy 一起跟他妈妈讨钱，但妈妈不给，嘉妮一直都被妈妈控制，搞到他后来生病还要去参加心灵课程。嘉妮的通信方式一直都他妈妈过滤了，嘉妮也是受害者，但他什么都不能说，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奶奶，他要怎么办呢？只能自己扛。那虽然新人不愿多事，但这网红一边哭一边说，我难过的是嘉妮的人生已经被毁掉，好难过，怎么这么笨的女生呢？都是 Andy 害的，嘉妮怎么可以这么的可怜？另外这一件事情在脆上面引起的反响，分手后玩翻了不是很正常吗？有没有玩疯都不是私吞公司钱的理由吧？针对这件事情 Andy 老师他是都没有回应，只是就在他的社群里面贴了终于来了真相更进一步完整版连结，台北地方法院的民事裁定，申请人是 Andy 老师王崇瑞相对人是群海娱乐公司。简单来讲，法院给 Andy 老师一个派任会计师查账的判决结果，也就是 Andy 老师讲的是事实，他真的没有拿到财务报表。那面对 Andy 老师这么猛的攻势，嘉宁则是拍了一支影片，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靠着炒作自己的负面新闻来给真相。亲爱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宁。针对今日网络上前合作伙伴 Andy 影片此内容，我感到极大的震惊与遗憾。当事实被扭曲，我必须站出来为真相说话，因为这不仅牵扯到我个人的声誉与人格，还涉及到信赖我的朋友、粉丝和因为此次事件无故被牵连的人。这里有个小细节，这个稿子是手写稿，想要加强自己写的一种感觉。第一个，频道到底是谁创的？在2013年就学时期，我第一次接触自媒体产业，之后便深深着迷。在毕业后，我选择用影片来呈现对于创作的热情与热爱。在脑力激荡之下，我发想出重量级 Crown 频道名称 Crowd 没有 N 的音。大姐，这频道你创了那么久，他不会念吗？天哪，姐姐，我快晕倒啦！你自己发展，你为什么不会念？这是你发展的吗？我黑人问号。并于2016年9月18日，由我本人亲自在 YouTube 注册频道。他强调是他本人创的。如果是你本人创的，理论上来讲，那你应该对你的频道应该很熟悉。申办账号为0309，源自于我的生日。这个账号名称是无法事后做变更的，所以他强调是他申请的原始账号。Andy 老师说是共同创立，这两个差很多哦。初期发展与频道营运过程没什么人观看，一段时间后，情侣恶整系列受到大量的关注与喜爱。随着频道流量逐渐稳定提升，我们陆续开始接商业合作案。当时因为经验不足，在与厂商合作上常常吃亏，于是我们便在2017年上半年共同决定寻求朋友与我家人的协助。今天找张妈妈这件事情是共同决定，所以 Andy 你要承受这件事。在2018年8月14日，我妈妈创办了群海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她邀请我们加入公司，成为旗下艺人。当时我与 Andy 皆为实际出资。这里很重要，他要证明他跟 Andy 都是挂名股东。
那今天 Andy 就没有资格要求查账。如果 Andy 无权查账，那他的公司的账是按照国税局的规范去做的话，理论上他有一定的几率可以全身而退。不过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国税局认定他的实质收入远超过你的核课税额，也就是比如说你明明赚了1000万，但是你去报账的时候，你透过报账的技巧等等的，你实际只缴纳你赚100万需要缴纳的税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查你账，说你这个是逃漏税，这是个霸王条款。但是这里很明确，他又在玩公司法了。事件3，关于商标的部分，重量级这3个字的商标，当时是我与 Andy 一起讨论要注册的类别项目，并在2020年4月，我们共同委托我妈妈向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出重量级商标注册申请。这里说他们没有偷商标，是 Andy 一起要求由他妈妈去办理的，这相当于是直接开火了。谁在说谎？事件4，关于分手后 Andy 说的话与行为。哇，开大绝了！2024年4月2日，有 Andy 主动提议分手，并亲口对我说：“分手后，频道给你，盈利你，车子给你，其他东西都给你，因为我相信你会保护好重量级。”这边还带一点点哭腔，有没有听出来？字幕特别放大，意思说 Andy 自己放弃的，所以他在打造第2条护城河，是我们一起更改重量级频道的密码，还去把这封信给找出来了。2024年4月2号，还把账号的备源信箱改成我个人的信箱。被 Andy 老师指控他自己突然有一天就没有办法登入这个账号了。2024年4月10日 ，Andy 协助我将频道盈利重新绑定在我张嘉宁个人的 Google 账号。要借由这个认证书，当初 Andy 确实要把频道让给他。过去重量级频道的盈利相关操作，包含收款账号设定，都是由 Andy 一个人亲手操作。而经由这次过程，我才发现，从2016年重量级频道开启盈利以来，一直都是绑定在 Andy 私人的 Google AdSense 账号之下。这个绝对是鬼扯。如果他们2个都拥有0309的主账号的话，那理论上来说，他们2个的各种智慧装置都可以随时的看到 Google 的后台。你只要打开你的电脑 ，AdSense 就会跳出来，跳出来之后就会找到你的盈利的页面。不可能不知道 AdSense 绑去哪里。那我就问，怎么可能从2017年创立到2025年7年的时间，你1块钱都不知道？会不会太唬烂了？这个 AdSense 有个重点，就是 AdSense 一个人一个，它对应的是美国的税籍单。所以我说嘉宁在说谎，他说他以前都不知道 Google AdSense 是绑定在 Andy 私人的账号之下，是鬼扯啊！不然钱从哪里来？Google 账号它是这个逻辑，最上的是美国政府，再下来是 Google 公司 ，Google 公司再下来是你个人或法人都可以的。那个人跟法人怎么跟 Google 公司对接这个钱？你这时候你就要办一个账号叫做 Google AdSense， 每个人都一样。那这里就牵扯到一个关键，不管你有几个 YT 频道，不管你绑定几 Google 账号，重点你要领钱就是一个 Google AdSense。Google 把所有的盈利账户都整合到 Google AdSense， 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在 YouTube 盈利，还是你是在 Google 的其他可能的盈利方式等等，都透过这个 Google AdSense。所以不管是个人或法人，那没有用，因为你的税会经过 Google 公司直接缴给美国政府，所以你回到台湾，在 Google 盈利这方面是不用缴税的，因为不能双重课税。所以简单来讲，这个 Google AdSense 就是整个 YT 核心赚钱的地方。我不认为张嘉宁会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不管创几个 Google 账号，创几个副频道，最后就只有一个 AdSense 可以赚钱。那你不看 AdSense， 你看哪里？而这段期间的频道收益，我也从来都没有实际取得过。这讲很巧妙，他意思是说，广告收益都是进到了 Andy 的 Google AdSense， 而 Google AdSense 因为绑定的是个人，所以 Google AdSense 汇进来的时候，只能对应你在台湾的个人账户。这个个人账户就我刚才讲金城银行的西联汇款，如果你当初是用个人办这 Google AdSense， 那你的账户就必须是这个名字，因为这有国际防洗钱的问题。所以他是说这个钱都跑到王崇瑞对应 Google AdSense 的那一个西联汇款的台湾账户里面，他从未实际取得过。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 Andy 为何会提议分手，还亲口对我说频道给你，盈利给你，车子给你，其他东西
都给你，我们下集见。还有下集，我打个预防针。当然，我觉得这几率并不高啦。他这里暗示 Andy 老师是不是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当然了，如果他真的有确切的证据 ，Andy 跟他交往期间有不当的出轨行为，我老实讲啦，虽然他不见得白得回来啦，但 Andy 至少死一半，因为会有一些人同情 Andy 说，你身边住了一个蛇蝎女，你身边住了一个绿茶婊之类的。另外，一定会有人说，在我们现代的社会风气里面，他们两个又没结婚，我觉得效果可能有些东西，你想这样一般操作下来，你真的会觉得那现在的婚姻的除了民法登记方便之外，到底意义是什么？现在好像只是财产分钱吧。那他这整段核心概念其实蛮清楚的，在法律上他在创造护城河，在舆论风向上他想要扳回一城，就说 Andy 没有这么白，就这么简单。所以就很多人在刷，信不信我放一颗石头都比这支影片的赞数还要高？认同浪费4分18秒请按赞。靠北，我还在想最后会说什么，结果憋了个半天叫下集见，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出来，超靠北。这个影片里你感到身体不适，请在这边按赞。可以把你干掉 25% 的股份拿来上声音班吗？对比新北裁定账务透明性，王崇仁一直能查账，公司很透明，王多次查账被拒，公司未提供账册，法院认证属实。影片称很透明，但法院称资讯遭封锁。这里更好笑，资金流向 PO 说的就加你所有收入都正常入账，公司钱运用在营运上，有大笔资金流入 PO 母亲账户，资金流向不明。所以他为什么要最后打那个 Google AdSense 的钱跑到了 Andy 的身上？简单来讲，群海娱乐虽然赚了业配，但是 Google 的广告收益他1块钱都没拿到，这样知道吗？所以他之后提到名称是他想的，连讲母语都很吃力，不要再苛责他了。那我就看到柯玉安整理了发音问题，加你的真相作业订正，我必须站出来。此次事件重量级第一次接触自媒体，我选择用影片。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讲话有问题啦，他该卷舌的地方没卷舌，他不该卷舌的地方卷舌，乱七八糟不知道在干什么，真的太悲戚，我真的无言以对。